各位请看。我们交往1年多，到现在他总是沉迷游戏，对我越来越冷漠。这是他带我玩的游戏，很多时候是他太多心和多疑了。我是希望他能更开朗一些，但现在他已经完全在虚拟世界出不来了。他老是这样指责我，但很多时候我只希望他能多多理解我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亮27岁，来自内蒙古，游乐场职员，有请。小李21岁，来自天津，游乐场职员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你的女朋友是，今天来的目的是？今天来的目的，我就是想让他把这个不要太过于是玩游戏。我觉得他现在就太过于沉迷这个游戏了。哦，说说怎么沉迷的啊？因为他一开始是一个特别文静内向的一个女孩，现在我看也是啊。不，他现在是只要玩了游戏之后，他就开始就沉浸在那个游戏里面，跟他朋友玩在一块儿，就是很放开自己。但是只要不玩游戏了，回到现实当中，跟我朋友接触也是一样，就基本上不怎么会说话，很自闭、很内向那种了。哦。他玩游戏一般能玩多久啊？你看他那个时间，有的时候就是说一玩就玩好几个小时，或者是一出去就是半夜那种的。就是除了玩游戏什么都不干，是这意思吗？他工作是工作，但是他更多的心思放在了游戏上面。哦，我感觉我这样玩游戏也挺正常的呀，我该工作也工作了，对吧？也没有影响到工作啊。影响生活了吗？也没影响生活。你觉得影响生活了吗？太影响生活了。你说说怎么影响的？我带他去玩，我们在酒店住了3到4天了。那个房间里的垃圾堆了已经很多了。我出门买吃的之前，我跟他说了，我说你回来把这个垃圾收拾一下，我们回来要吃饭。他说行，你去吧。我出去将近有半个小时，回来的时候他躺在床上自己没收拾，完了垃圾也没收拾，就这还不叫影响吗？那我当时是在打游戏啊，但是我也没说我不收拾啊，那也得等我把这把游戏打完吧，什么事儿要有始有终吧。那最后还不是我收拾的吗？我叫你起来跟我一块收拾一下，你连抬头搭理我都没搭理我一下。是这3、4天在宾馆里都在打游戏吗？因为我们是晚上出去玩，他醒来之后基本上自己也不收拾，就开始打游戏。哦，没跟他出去玩啊？跟他出去玩了。那你抱怨啥呀？玩完人回来打会儿游戏吗？起来之后，你最起码也要先把自己洗漱了，对不对？你在躺床上活动活动，再玩也可以呀。听懂了，就是除了出门就是游戏。对，行，还有什么呀？上回他朋友来家里做客，我跟他说了，我说你做饭，因为我上班我没时间。完了他说行，完了我提前把菜什么的买好了，我给他放到冰箱里面。我说你朋友7点多来，你先把饭做好，别让人家等。他说你去吧去吧，他还在那会儿玩呢，我以为他听进去了。完了我9点半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居然坐在客厅里面还在打游戏，我就把他叫到厨房了。我说你在干嘛呀？为什么没做饭？就因为这个事儿，他还跟我吵起来了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一进来就很大声的喊我，然后把我拉进厨房，把我手机关了摔桌子上，你不觉得你的行为很粗鲁吗？而且我朋友也说了，咱们可以先不做饭，咱可以先玩一会儿。而且我朋友们来找我也是来和我玩的呀，我得陪他们玩啊。人家怎么想那是人家的事儿，我们作为主人应该把饭做好。你没做好饭，人家只能跟你玩啊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那天晚上我们吃完饭收拾完就已经2点3点了，我早上7点多8点去上的班，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？我没考虑你的感受吗？那饭不是我和你一起做的吗？你那就考虑我的感受吗？那你也没必要当时就当着我朋友面那样跟我吵吧，那整得我在我朋友面前多下不来台，就因为这个事儿，我朋友都不愿意来玩了。他更过分的是什么？上回我们过那个七夕，我说我提前请个假，明天你回来家里一块吃饭。他答应的挺好的，行。第2天我做了满满一桌菜，我给他买的礼物我都已经到了。完了，他跟我说下了班之后我要跟我闺蜜去玩了。你说你气不气人吧？主持人，你知道吗？就他之前的节日他也没有好好过，他说要陪我，结果他也没陪我。他之前给我制造的惊喜，我就觉得不算啥惊喜。就有一次520，你知道吗？就他说要送我花，我看是玫瑰花，还挺开心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花是一个花店老板送给他朋友的，他朋友觉得没啥用，拿给他了，他来送给我一个520。你觉得收到一个2手花还能相信他制造的惊喜吗？
什么叫二手花呀？你搞清楚，人家我朋友是从花店老板那买的，完了他女朋友当天没能来，所以说他把花给我了。你也知道我上班没什么时间的呀，我没有空余时间，所以说我这个花我觉得丢了也是丢了，那我为什么我不能借花献佛呢？再说了。是前几个节日我没陪你好好过，我这不是专程请了1天假，我给你买了礼物，我提前跟你说了，你当天放我鸽子，你觉得这样好吗？那我怎么确定你这次说陪我是真的假的呀？而且我朋友那边付款都付好了，他过几天又出差，那我也叫你啊，你也没去啊。你看主持人，你看他就是玩，总是给自己找理由，你玩。那天玩到什么时候啊？玩到2点多。你看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玩到那个时间也挺正常的。是我就问一个问题嘛，他是谁呀？他是我男朋友。不是你们俩应该一起玩的吗？他不和我去啊。哦，怪他对吧？你看这是正常人的逻辑吗？他更过分的什么事？你玩什么的，是我带你的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你一开始太内向了，他很少跟人说话的。当时我就想着你这样不行的，刚好他那会儿那个实习没工作，我就把他拉到我们游乐场里面当员工嘛。一开始我还觉得挺好，他开始跟游客接触的时候啊，很好的。后来我觉得他就是玩得太过分。你看上次我们去那个酒吧的时候，他很过分的是什么？跟别的异性朋友玩那种撕纸啊、贴脸啊这种亲密游戏。当时他的朋友看着我，那个眼神真的，你考虑过我吗？真的？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就他太多疑了，他一直在监视我。就那次去酒吧那次，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在喝酒，然后我问他怎么知道的，他不告诉我。到酒吧之后，我还在问他，他才告诉我他把我俩手机绑定了。就所以我从头到尾在哪在干嘛，他就一直知道的。所以我在那就很生气啊，不想跟他坐一起。哦，是因为生气才跟别人去玩的游戏是吧？就因为他监视我。我为什么监视你啊？你心里没数吗？自从那个七夕之后，他每回出去玩，我给他发消息，他都不带回的。玩到半夜也是一样。我没回过你吗？你回没回？你心里没数吗？平时生活当中他气我也就算了，他工作当中呢也跟男游客就是那种不清不楚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就是角色扮演的，你没必要跟游客去动手动脚吧？什么叫不清不楚、动手动脚？我那是在工作啊，那个工作本来肢体接触就很多的。你是什么工作？就是在那儿角色扮演吓唬人嘛，然后我可能就会拍他一下怎么的，他就说我动手动脚的。你那还不叫动手动脚啊？那天我专门去看的，我看到他那个又是掐小腿呀，又是摸腹肌呀，那笑的你跟我待在一块儿都没那么效果，你这还不叫去暧昧吗？什么摸腹肌呀？他那边不允许，就是说故意的摸游客膝盖以上的位置，所以我只掐他小腿吓唬他，那是我本职工作呀。你还好意思提本职工作？他领导下班之前我说了，把今天报表报给他，人家要整合嘛。他倒好，12点多回到家还没想起来，我提醒了他，他还做错了。第二天被他领导还骂了一顿。你这叫本职工作吗？那我就是出了点差错，但是你工作不会出错吗？那我是算错数了。主持人你知道吗？我当时把这件事告诉他，我想让他来安慰我一下，但是他又反过头来骂我。那你到底是我男朋友还是我领导啊？那我为什么骂你啊？你要不是一心想着玩的话，你会出错吗？再说了，我要是真的想跟你只是玩一玩，我会哄着你，哄小孩一样哄着你，懂吗？但是我跟你说了，我想跟你长久走下去，那你犯错了，我还跟小孩一样一直哄着你吗？那你要是下次还被领导骂怎么办呢？我想问几个问题啊，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？是他去你那儿工作吗？不，是这样。当时他朋友啊带他去游乐场玩嘛，刚好我跟他朋友认识，完了我就带他们玩了1天。玩完之后我们是一起吃了个饭。当时就真的他给我的感觉是特别内向、文静又懂事。因为当时吃饭的时候他就说，你要是那个喝酒的话，喝点牛奶呀解解酒。走的时候他还帮我叫了个车。我当时感觉哎呀，这个温柔体贴。对，完了我就要了他的微信，我们俩去微信上聊天。后面几次小的聚会之后，2个人就是熟起来了。完了5月20号那天嘛，刚好节日，我就跟他表白，我们俩在一块儿了。行吧，你刚才其实也说到了，这姑娘以前内向，所以是你带她去玩的游戏是吧？对，是我带的。但是我原本的初衷是，我想让她变得开朗一点，就是说能够活泼一点，不要像以前那么的太自闭。听懂了。女生，你现在还爱你男朋友吗？爱。啊？你愿意抽一点点时间给你的男朋友吗？我跟他出去玩不也是一起吗？
但是我怎么听他说现在你不跟他一起玩了呀？就因为现在就是矛盾比较大嘛。啊，你觉得你们的矛盾来自于什么？就是他就总觉得我沉迷游戏。你沉迷吗？我感觉我没有很沉迷啊。好，给你一个选项啊：一陪男朋友玩，二跟自己的朋友玩，三约着朋友上网开黑。那就陪男朋友吧。可是你生活里一样都没做到啊。你打网络游戏吗？我也玩。啊，你也玩？是，但是你们俩等于是玩到一起的。现在他深陷其中，忽略了你，所以你受不了了，是吧？但是我不会玩游戏，像他这么的太掉进去了这个游戏里面，他出不来。哎，对啊，那我就奇怪了，就是一个有男朋友的人，为什么迷恋游戏而不迷恋男朋友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儿？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啥意思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儿？那我想过呀，我也跟他说过。你的答案是，我觉得我在他心里面还不如一个游戏啊，你就认输了呗，退败了呗。他工作很忙的，所以我平时都是在打游戏。哦，所以姑娘给的理由是，我很寂寞，所以我要游戏，因为你给我的陪伴不够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好了，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平时接触最多的都是男生打游戏，然后不陪女朋友，老公打游戏不帮忙带孩子，今儿反了。我想问一下女生啊，你这一天除了工作时间，你打游戏大概多长时间？4、5个小时吧。也就相当于如果一天上班8个小时，你睡觉8个小时，然后你剩下总共就只有8个小时，你有5个小时拿来打游戏，剩下3个小时拿来吃饭，还有路上的时间。你这打游戏打的的确有点多了。如果你是一天5个小时的话，确实。前段时间我们正好做了一个关于游戏的询问，我们问了一些关于打游戏的人，会发现有2个非常重要的地方。第一个，当游戏打了越来越多的时候，这个人会沉迷在游戏的角色当中，而迷失生活当中的自己。这是刚才你男朋友说的，我觉得他跟现在他本人不太像了。那第二个是，很多年轻人会打着打着游戏，真的把正职工作给耽误了。刚才你男朋友说，你因为打游戏的事情把老板交代给你的数据忘写了，后来写了，但是写错了。你说那有什么，工作失误很正常。不，有些时候的失误，那是因为你可能在这件事情上不了解、不理解，这个叫失误。可你明明是因为没认真、不上心，这个失误就不正常了。所以姑娘，你打游戏如果真的影响到你的生活，而且影响到未来你的工作的话，你得收收心了。但同样反过来，我想说一下男生，我知道有一点，很多时候当父母对孩子打游戏的行为不停地去骂的时候，孩子只做一件事情，我打得更厉害了，因为你不关心我，你总是在责备我，我在你这儿感受不到爱了。你想爱他的心没错，但是你所有说出去的话都是你不行，你天天打游戏。当你不停地去责备他的时候，他感受到的就是你对他不好。那这个时候他只会越来越远离你，因为游戏当中他能找到认可。所以这是我问你的，如果你一直在否定他打游戏，而一直在不停地说他的话，有一天他真的就会离开你，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好了，而是你对他的辱骂太多了。如果你真的想帮他戒瘾的话，你应该帮他找更多的有意义的事情，可能你的女朋友才会戒掉游戏。其实我觉得从情侣一方沉迷游戏，另一方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来看，就是你们之间的沟通桥梁早就已经断了。女生沉迷游戏其实貌似是享受其中，但其实她是在逃避你们之间的问题。因为她说了，你很忙啊，这句很忙里面既有可能你工作的忙，也有你忽视了她，没有跟她沟通时候的那种给她感觉你只在忙
同样，男生多去关注他内心的孤独。如果一个男人让自己身边的女人觉得孤独的话，这个男人你一定是错的。就这样。我觉得重点根本不在于游戏这个地方。我觉得赵川老师刚才给了一个口子，没有人往下接，就是你们两个人都忽略了这个口子。他就问你嘛，就为什么他更喜欢游戏，没有那么喜欢你嘛？你想一想嘛，因为你没有游戏的体验好吗？这是游戏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呢？小伙子，你在台上这么一本正经，然后说啊我怎么地，我怎么地，这两个事情嘛。第一个，你为什么要跟游戏抢女朋友？第二个，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把女朋友给约出来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你带给他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。我不是说错都是你啊，我也不是说他全对啊，他沉迷肯定是有问题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你是不是要想一想，我应该怎么设计我的生活？我应该怎么设计约会？我应该怎么多放一点心思，让女朋友觉得一些意外，觉得有一些感动，觉得有一些浪漫，觉得有一些情绪的波动？我能不能带给她一些游戏带给不了她的东西？因为她是女生嘛，除了战斗之外，她肯定需要温情，肯定需要温度嘛，不然她找男朋友干嘛？你看，这就是你的问题，你不要抱怨，不要因为我能够揪到一个错，我就把这个错打到底，然后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错的。现在游戏是个锅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有什么都往里面甩嘛。所以啊，我觉得第一，几位老师说的都对。基于沉迷这件事情，是因为你的眼界不够宽，你看到的好玩的东西不够多。第二，你自己本人不够好玩，所以让自己好玩起来，就这样。21岁不就应该玩吗？21岁干嘛要求他那么成熟？要求他又体贴懂事，又社交很厉害，还又得工作。
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因为游戏变成这样，可能是因为就是你陪我太少了，每次你回来我们说不到2句，我们就吵了起来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我感觉只有在打游戏的时候才能真正的面对这个世界。我也不是说不让你打游戏，你可以打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从游戏里面出来，认认真真的，就是说过你的生活。因为你现在在游戏里面你是很活泼开朗，但是你一回到现实生活中，哪怕你跟你的朋友也好，跟我的朋友也好，你话还是很少，你还是很拒绝跟陌生人去接触，我觉得这是不对的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去把控好自己的一个度。我觉得你这是不对的，你不能每天愁眉苦脸，不愁眉苦脸才怪了嘛。你都没有阳光，你都没有开朗，你都没有带给他美好的东西，你要求他什么呀？谢谢2位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咨询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小子一上来就一副愁眉苦脸的，我在想，你说做他的女朋友，他怎么能开心的起来？但是他嘴上说你要出去开心哦，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先开心起来呢？来，小鹏老师给预测一下。他们2个都会出来。我也认为双出，女出男不出吧？女不出，男可能出。哟，你眼睛往那儿瞟，瞟得见吗？对，我想透视看一眼。好了，最终的结局是怎样的？请开门，请开门。